Hello Hello， 大家午安。OK， 对，那昨天的话就是停在这个 Fourier feature， 我们再复习一下昨天做的吧，我把它关掉了。对，我们昨天就做到这个 Fourier feature 的，就是我们测试它的不同的那个 sigma 嘛。我们说它这是 xy 就是 uv 啦，丢到神经网络里面之前呢，会先经过一个叫做 encoding matrix， 会经过一个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 sin 跟 cosine， 然后让这个神经网络可以学到高频率的那些高频率的材质的重现。对，我们做的是这个高 Gaussian Fourier mapping。对，然后呢，我们就测试不同的sigma， 不同的高斯分布它的标准差。然后我们说，如果太小的话，就是 underfitting，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果，如果只有那个 sigma 是1的话，就训练出来虽然比没有加任何东西好一点，但是还是训练出来的结果还是很模糊。那如果用的那个 sigma 值太高，比如说100的话，那测试出来的话，这边我的这个结果是还好，但在这个论文里面的话，它用到100的话就已经是 overfitting， 就是我们训练的话是每4个像素训练1个，那在那个训练的像素的话，它的那个训练的误差会非常的低，就是左边这边这个 training error。它这边是 PSNR 啦，那 PSNR 会很高，但是在这个 testing 的话就是整张图片都是测试，所以在那个没有看过的像素的地方呢，它的表现就会非常差，那看出来就是一堆这个噪音。那可以在这个图表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 PSNR 的值是非常低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话，会继续实做其他的，昨天还没有做完的那个 Siren， 还有其他的 Activation Function。好，那在实做那些之前呢，我早上还是有在测试一下这个 Gaussian Feature 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这个狐狸啊训练出来，其实应该是加入这个 Gaussian Feature 之后，应该是要可以几乎完美的重现这张图片才行。但是在我们昨天的实验里面，就是即使我们把这个Gaussian的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 弄成10，好像效果也没有非常好。昨天最后测试一个20嘛，这是昨天测试的结果。所以我把它跑了2000步，然后这是最后的结果。那看起来是比其他都好，就是比这个1啊10都好的蛮多的。但是如果再仔细看的话，还是会觉得就是它这个材质的部分没有办法很好的重现。那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后来我实验了蛮多不同的，就是调整这些参数 batch size 啊 epoch learning rate 这些，然后后来果然还是发现说这个 batch size 是主要的问题来源。对，那在那个论文里面，它是论文不知道是怎样，但是它在这个公式的这个实作上面呢，它是每一次训练都把一整张图片所有的像素，就是1/4的像素全部拿去训练，然后就是训练2000步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发现呢，还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就是这个 batch size 不要设成一次整张图片，我测试出来还是设小一点比较好，比如说1024这样子。Hello， 午安 Miss Coco。对，我们现在先把昨天可能可以让它变更好的地方先修正一下，然后等一下再来实做 Siren 还有其他的。对，所以这个 batch size 刚刚讲到，就是说论文里面是一次就训练整张图片，但我后来实验发现说，不要一次训练整张图片，一次训练小一点的 batch size 的话，那个效果会比较好。对，我今天早上测试了，比如说设成1024，然后
这边跑出来的结果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跟昨天就是一步是训练256乘256，它的结果的差距在哪？对，然后这2个实验呢，我看一下哦，先看一下它的训练的这个曲线。那这个橘红色的是昨天的结果，就是一步训练一整个图片。然后绿色的话是我把 batch size 调小的结果。那一次就是1024个像素。对，那这2个比较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说，绿色的曲线始终在红色上面。如果我们看 PSNR 的话，这代表说就是绿色的结果始终比橘红色的好。那这边的话，条件是就是训练时间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relative， 最右边这个 relative 的部分。那比如说训练10分钟之后，那橘红色的那个 PSNR 只有25，但是绿色也有到27.61。对，所以就是说 batch size 设小一点的话，它会有那种怎么说，会有比较好的这个训练的效果啊。这个是 training， 那 validation 也是一样。就比如说我们10分钟，那10分钟的话，那绿色已经到25.75，那橘红色只有到24.68，这还是绿色的结果比较好。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qualitative， 就是我们把图片重现的结果用眼睛看，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右边这个它的这个毛的部分，比如说这里啊，然后还有反正就是这一个狐狸整只的毛，它的那个细节都比较被很好的重现这样子。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实验的话，应该就以这个设定吧，就 batch size 等于1024，就不要再一次训练一整张图片了，那样子就是实验出来的效果会比较不好。OK， 那昨天还有讲到说要节省时间，然后把图片变成1/4。对，那这个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先做一下，就是把图片变成1/4的大小，这样子训练时间应该也会变成4倍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做这个 resize 的部分好了，就是把图片大小变成1/4，然后去训练，这样会快一点。好，那这边的话，看一下怎么写会比较好。应该是在取 center crop 之后呢，再把它 resize 成1/2。比如说就在这里，就直接 resize 成256乘以256这样子，然后 import CV2。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256乘以256乘以3，然后剩下的这些也都是一样。然后训练的话就是一半，所以是128乘128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有哪里会用到 R 啊？对，这里会用到 R， 就是在这个 train 里面，我们有画图，画图的地方会把这个 R 弄出来。那这边的话就不用再乘以2了。好，这边就256乘以256 ，OK。好，那我们这一个状态下再训练一次给大家看好了，就是我们再训练一次昨天的那个结果。我用这个，这个的话它是用这个 terminal 的话，它比较不会那个，就是每一次 validation 的时候就多出一行这样子。我们先把刚才训练的这个Gaussian 20删掉。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变更的地方是我昨天叫做Gaussian的东西，我把它叫做 FF 了，改名叫做 FF， 就是 Fourier Feature， 因为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叫 Gaussian Activation， 那是为了跟那个做区别，我把名字改了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FF20， 哦 Arch 是 FF， 然后我们一样训练1000个 epoch，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哦，没有安装 OpenCV 是吧？我们这边先安装一下 OpenCV。哦，对，这里安装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它会跑不出来 ，pip install 它会卡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试一次。好，那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个 requirements 里面加入 4.5.5.64。好，好，这个有了。好，我们训练一下，看它的结果。好，是不是哪里忘记改了？哦，这边啦，这边不对，这边我们已经把那个 size 用一半了，所以这边就是 self.r 就可以。好，这样子训练速度就飞快，大家看到就这个进度条就一直在那边跑，然后我们可以实时的侦测这个结果，我们看一下哦。OK， 这边就是我们新的这个狐狸的图片，现在已经变成256×256了这样子。然后可以看它的这个 training curve， 现在就是上升的很快。对，我们训练1000个 epoch， 我们看它会跑多久吧。这次应该比昨天快不少。好，在2000多个 step 的时候，那个狐狸的形状大概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然后我们是要训练1000个 epoch， 每一个 epoch 的话是16步，所以总共会有16000步这样子。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好，那我们在等它的同时呢，我们就昨天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Siren， 不过就是简短介绍一下。今天可以再讲多一点这个 Siren 的部分。那首先先带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 Project Page， 我把这个也贴在聊天室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上面有很多它的这个训练出来的结果。那昨天的话是讲了这个图片重现，就是左边这一张是图片，然后要训练一个神经网路去把这一张图片它的就是一样，每一个像素对应的那个 RGB 都用一个神经网路训练出来。然后它是比较了很多，这边的话是比较不同的 activation， 然后这个中间的话就是 positional encoding 这样子。好，那 Siren 的话就是在这边秀出来的结果是它最好。好，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等一下要做实验的部分。那在这个 Siren 的论文里面，它除了这个图片的重现之外，它还有做其他不同的那个我们叫做讯号的重现。因为比如说这个图片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2D 的，就是一个2D 的坐标对应到一个RGB 一个颜色。那如果是灰阶的话，就是那个亮度这样子。那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应用，比如说就是这种 audio 就是声音。那声音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一维的函数。那它是每一个时间会有一个那个振幅，就是声音的振幅这样子。我这边可以开个声音给大家听一下。对，比如说它就是要训练一个神经网路去重现这一个声音。那我先播放一次原本的声音。好，原本声音是长这样子，然后它是要训练一个神经网路，就是给定一个时间，然后你要去重现那一个时间它的振幅，然后以此来重现这整个音讯这样子。然后
比如说我们之前实验的这个 ReLU， 然后 Male Positional Encoding， 它这个神经网络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听一下看看。大家可以听到，就是大部分都是噪音，只有中间一部分好像有那么一点那个小提琴的声音。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 Siren 重现的结果。对，大家就可以听出来，就是除了前面有一些噪音之外，那个小提琴的声音的部分，就是很完美的就重现，而且听起来也没有任何就是刺耳的那种声音，这样子。好，那对啊，就是这种音讯的重建，其实就是跟图片的重建啊，或是它下面这种影像的重建是一样的，就是把一个比如说2D 的位置或者是1D 的位置，然后对应到那个位置，它的要么是颜色，要么是那个振幅这样子。对，然后下面的话是昨天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它除了可以重现那个图片之外，它也可以重现其他的这些导数。因为它这边是 solving Poisson equation， 这个的意思是它是把这个东西，这个图片的这个 gradient 当做训练的那个讯号，就是它要训练一个神经网络，使得你重现出来的这个图片，它的 gradient 会跟原本的 gradient 是一样的，所以它是把这一个这个中间这一串的那个 MSE 去做最小化，然后去得到上面这张图片这样子。然后这边 Siren 得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即使你给它的是一个 gradient， 那它还是可以非常完美的重现，而且这个 gradient 得到的图片呢，也是跟原本的图片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子。那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好，然后下面的话是这个套用在 3D 的部分，其实就跟 Nerve 差不多。这边的话是一个叫 SDF 的东西， SDF 是叫 Sign Distance Function， 就是它是把 3D 当中的一个点对应到这个点与实际，比如说这边是一个房间，这个点跟房间它的最短距离是多少，这样子。对，所以是一个 3D 的 XYZ， 然后对应到一个距离，这样子的一个函数，然后它也是可以用这个 Siren 把它完美的重现出来。如果你用其他的函数，比如说 ReLU 啊，或者是即使加了 Positional Encoding， 那效果都还是没有这个 Siren 来的好。这个是它这边实验出来的结果。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会实做这个重现图片的部分。那重现其他的，比如说这个3D 的 SDF 啊，或者是这个 Audio， 其实做法都是差不多。那就是把那个 input 跟 output 的那个 dimension 改一下，然后训练的 loss 改一下就可以。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做那么多，今天的话就做这个图片的重现就可以。对，其他的话就大家看一下论文里面它是怎么做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刚才训练的结果吧，应该已经训练完了。OK， 我们看一下哦，训练了16乘以1000，因为一个 epoch 是16步，然后有1000个 epoch， 然后最后得到的 training PSNR 是29，这已经算是蛮高的。那 validation 的话是25多，那也很高。我们看一下实际的结果。这个可能对，可能是因为现在解析度变成1/4，所以好像这个毛的这个细度的重现没有刚才那么好。那我们还是改回大的啊。我们如果改回大的看看呢？等一下，这样的训练要多久啊？训练要5分钟。可是感觉如果用1/4的图形训练出来，感觉那个效果没有到特别好就是那个细节的重现的部分。然后我再试一次用大的图片训练看看，我们把它还原一下。
我们把它还原一下。主要是我训练小的原因，是因为怕训练时间太久。但如果训练出来的解析度太低，反而就本末倒置。所以我这边想要再用回原本的解析度看一次。我们这边就训练，1000个 epoch， 1000个 epoch。好吧，那我们先暂时稍等它一下，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来实做这个 Siren 的地方。那 Siren 的论文呢，我已经把它打开了。他的想法其实也没有很难，就是把把 MLP 的那个 activation 改成 sign 这样子，然后还要就是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常数。那 code 的部分我是直接复制这个，就是 Siren 的这个公式的这个实作上面，还有提供这个 class Siren 的这个 module， 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好。那这边可以稍微讲一下它的结构是怎样的。那它的这个 Siren 呢是由很多个这个 sign layer 组成。那每一个 sign layer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linear 的东西，一个 MLP， 应该是说一个单层的这个 fully connected 这样子。但是呢，这个 fully connected 它在输出的时候呢，它会先乘上一个 omega。这个是那个，就是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 positional encoding 里面那个，那个频率，不是我们有乘1，然后2的1次方一直乘到2的9次方嘛？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那个频率。然后呢，就是 linear 出来的东西，把它乘上这个频率之后，再加上 sign， 就是一个 sign layer 在做的事情。那 Siren 的话，就是很多个 sign layer。就是这样子，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啦。对，好，那我们就把它的 code 直接拿过来，然后用这个来跑一次看看。那这个 sign layer，这个 Siren 呢，主要需要调整的就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这个频率，这个 omega 这样子。那我们先用这个预设的30试试看。好，那我们在这个 train 里面呢，我们再新增一个 arch arms 点 arch。如果是 Siren 的话，我们把它的这个 net 变成是 Siren of。然后的话 ，Siren 的话有比较多的这个参数，有 in 跟 out。哦，好像现在也没有太多，就 in hidden， 然后 hidden layers， 这个我们就把它固定好了，就是我们这边的 in 啊 hidden， 不是 hidden， 就是这个 hidden features、hidden layers， 我们都把它设成跟那个 MLP 一样，就是有4层这样子，4层每一层256个。那我们只要设定这个 in 跟 out 就可以了。out 的话就是3啦，那 in 的话就是2。其实就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把它用预设的值，就是 Siren 的话，输入一个长度是2的向量，然后最后输出是 RGB， 然后中间总共有4层256乘256的那个线性的。好。那应该就这样子，我们就在这个 train 里面把它 import 进来，然后我们就直接创造一个 Siren self.net 就等于 Siren， 然后它 forward 的话，应该就直接 forward。OK， 那应该就这样子了。那就是说，这个的 forward 跟 identity 一样，就是直接把它用 net， 然后把它输入到 net 里面就可以。好，那应该这样就可以继续实验了。直
实验这个 Siren 的结果。好吧，这边的训练可能还是比较久。如果改成256，如果改成512乘以512的话，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放弃512乘以512，我们就256乘256，然后训练1000个 epoch， 然后来比较他们的那个最后的精确度吧。因为这个会有点久，然后现在要把这个停下来。好，刚刚是那个叫什么？好，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 Siren 的结果是怎样。那我们刚刚说 Siren 就是要调整那个 Omega 0，那我们先用 Default 就是预设的 Omega 0等于32这样子来试试看，它跟这个 Fourier Feature 的比较。我们把这个弄不回去了，好吧，我刚刚改到了。所以我这边再写一次刚刚那个 resize 的部分，所以我们用1/4的图片去进行训练就好，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然后这边的话就变成是256乘以256，然后下面的话是128乘以128。好，然后这个 train 里面刚刚说这个画图的地方，这边改一下。好，这样就可以了。那其他部分都不需要任何修改，其他部分不用修改，我把它这样子缩小起来。好，我们现在实做了这个，也没有实做，我们就复制贴上而已。我们就新加了一个 Siren， 然后我们实验看一下它的结果是怎样。好，那 Siren 的话，我这边写 Siren 30好了，或者我在这个 Option 里面再加一个那个叫做 Omega 0的东西 ，Omega 0，那 Default 是30，那这个东西会对应到的是 Fourier， 不是 Fourier，Siren 里面的这个 Omega 这样子。好，那在 train 里面我们就把它 pass 进来 ，hidden omega 跟 first omega， 一个是中间层的 omega， 一个是低层的 omega， 我们都把它设成一样的好了，叫做 omega 0。然后这个的话也是 hyperparameter 里面的 omega 0。好，那 default 的话是30。Omega in Siren 这样子 ，Omega 底线0。好，那我们实验一下这个的结果。那这个的话是 Siren， 那我们 epoch 就是1000，我就不用再写。好，我们这样实验一次看看。好 ，OK， 它也正在训练当中。我们来比较一下吧，比较一下这个 Siren 跟我们的这个 Fourier Feature， 好像在 train 的时候表现差不多，但 validation 好像 Fourier Feature 好一点，但是 Siren 慢慢追上来。可能还是要设定自己手动调整一下那个 Omega。我们看一下，哇，然后为什么变这样子呢？出现了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这边出现了好多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好像是一堆什么那种微生物在这个图片上，然后看起来比较恶心。自带特效，对啊，
自带一个滤镜哎，那个外星变形虫的滤镜。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哦，然后之后就爆炸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到某一个训练阶段，他突然就不行了，是不是跟？等一下哦，这有2种可能，一个是我们的 Omega 设的不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他在这个论文里面有提到，就是 Siren 是对那个初始化非常敏感的，就是你一个初始化，就是那个神经网络的权重初始化不好，那个训练就会发散，这也是这一个论文里面有提到的。那也是为什么他会就是这边会自己写他独特的这个初始化的方法。所以是我们运气不好吗？运气不好，这个初始化爆炸吗？那后来又好了，也没有好，但是就是很多噪点。那我们试试看不同的那个 Omega 0好了。等一下，不对，这个 Train PSNR 现在超级高这 Train PSNR 现在是30多就是他在训练的那些像素表现的都非常好，但是在 testing 的就是其他的像素就表现的很差，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的话应该跟 Omega 会比较有关，就是跟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 Fourier feature 一样，如果你那个Gaussian的那个标准差设的太大，那它就 overfitting， 就是像这张图一样，应该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 Sigma 在这边的话是 Omega， 我们调小一点之类的看看。那现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但 validation 又慢慢回上来，笑死。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停下来，我们试试看其他不同的那个 Omega 0，比如说10好了，设小一点看看。Siren 10。那 Siren 10好像这个 PSNR 又比刚才低了。我们看一下训练的那个 curve。Siren 10怎么也是长了一个特效，但是特效又更夸张，那个线又更粗了，笑死。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我们就复制贴上而已啊。还是他有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吗？等一下，还是他训练 ，Hello T 酱安安，我们现在在实做这个 Siren， 对，但我这边也发现他这边训练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跟那个 Fourier feature 一样，它是一整张图片一次丢进去训练，而不是像我的 batch size 只有一部分而已。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会好一点吗？我看起来这个已经爆炸了，我们把它停下来。那会是这个原因吗？好，那我们 batch size 再设回去看看，设成就是所有的像素，也就是128乘128是多少啊？16384，设成16384看看，这样子会好一点吗？
并不会好一点。对啊，并不会好一点，它的 PSNR 反而又更低了。等一下哦，我们先用几个 test 看一下。不行啊，整张图片的 PSNR 反而是更低，所以对 batch size 还是比较小一点会比较好。那就是为什么训练出来的图片会有奇怪的特效。我想要先找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的 Omega 设大一点呢？我直觉是设小一点会比较好，但是刚刚设成10好像也没有比较好。那现在设成50看看。好，我们设成50看看。等一下，Siren 它好像最后那最后好像又回归正常嘞，好神奇哦！就我们刚刚不是说它到某一个地方突然爆炸嘛，这个 Siren， 但是它到后面又回归正常嘞。就我们看这个 validation， 它到这里就恢复正常嘞，但它前面 collapse 的很严重，它慢慢回来，到最后回到正常的那个值。那现在设成50的话，反而爆炸的更严重，整张图片像是有那个什么，像是被骇客一样被害进去，就是上面一堆绿色的点点。所以30才是正确的咯。然后我们再重新实验一次30，就是说虽然它一开始爆炸，但它后面回来了，这样子是我感觉也不是正常，但是至少它回来了。我们看一下它最后回来会回到多好。对，30我们看一下。我记得这个图片，这个论文里面应该有画出它的训练曲线才对，在这里。那这个训练曲线并没有，虽然说图片的格式不一样，它这个是只有一个 channel， 就是一个灰阶的图片，而我们是3个有 RGB， 就这个不一样而已。但它训练的这个曲线，这个绿色的，它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在途中突然掉下来，然后再回升的这种倾向，它是一直都很稳定的往上。但我们的话会中途掉一下，然后再回升。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有没有一样的倾向。这一次就没有这一次没有。但是那个特效还是存在，还是我们还没有遇到那个部分，还是要在之后才会突然掉下来。我们再稍微等一下看看。所以就是说，知道2件事吧，一件事就是那个 Omega 的设定对训练影响很大。如果设定的太小或太大，那个太小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就是多了一些奇怪的特效，但太大的话，那个特效就会包满整张图片，你就整张图片就我们刚刚那个是全部变成绿色的，笑死，完全看不出来原本是什么东西。对，那应该跟我们之前这个 Fourier feature 这个高显太大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对，那第一件事是知道这个 Omega 如果太大的话也是一堆噪点，然后太小的话会有那个奇怪的特效会一直留存这样子。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它又来了，
它的这个不稳定性还是蛮高的，会在某一刻突然爆掉，然后再回升。那个是为什么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跟初始化也没有关系，因为初始化的话是一开始的这几步，但它是到这边是4000多步的时候才突然掉很多，这个不知道要怎么解释。然后它掉很多之后，又开始回升。这个 train 的话，虽然它这边就是震动幅度很大，但因为这些地方就已经是 PSNR 非常高了，超过30、40这种已经算是非常高了，所以这个震动我倒是不会太在意，而是 validation 有回升这一点算是比较让我意外，就是它突然这边掉一大堆，然后慢慢回升，这个现象比较特殊。好，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结果的话，如果单纯以这个 validation 的 PSNR 来看的话，哦，它又掉下去了。我正要说它好像比较好的时候，它就掉下去了。好，它有一瞬间比那个就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它有一瞬间是比那个昨天的 Fourier feature 好，但是它后来又掉下去了。所以给我的感想就是比较不稳定，就是这个训练的过程。虽然他在这个论文里面是画了一个很稳定的图，这个曲线。但在我们的实验里，好像并没有那么稳定。想一想，还有什么可以改的？那也没有什么可以改的。其实还有啦，我们就可以实验，就是不同的 omega， 不是不同的 omega， 就是这里有一个叫 first omega 跟 hidden omega， 我们可以尝试把它设成不同的值。但这样子的话，又多了好多要实验的东西。可是我们先继续进行下一边的部分啊。哦，对，昨天没有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神经网路它的大小，对。那我把它的大小那个结构 log 出来。那 Siren 的话，总共有264K 个参数，然后之前的那个 Fourier feature 在哪里来着？哦，对，也是差不多的大小，263K。对。然后训练完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好像是差不多。如果单纯看最后一个 epoch 的话，两个都是 25.66、25.68 是一样的，但是中途的结果就差很多。一个 Fourier feature 是稳定的在上升，一个是一个是突然掉一下，然后回升再掉，然后再回升，这样子比较不稳定。最后结果长这样子。好，那我们 Siren 先这样子，我们来实做一下其他的。对，其他的话，在一篇论文叫做这个 Beyo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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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Beyond Periodicity 这个论文里面，这个的话我也有放在我的对，我的 code 会更新在这里。我昨天写的部分已经放上去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我应该有放在影片的介绍栏的地方。然后呢，刚才的论文是第3篇，这个 Beyond Periodicity， 一直念错。这一篇论文
他是说，他是尝试了不同的 activation， 对，比如说他这边跟那个 Nerve 的 positional encoding 做了一个比较。那首先他比较说，原本 Nerve 的话就是第一层前面加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之后都是普通的，就是全连接层加 ReLU 这样子出来。然后他的论文里面实验的话是，第一层先加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之后呢也是全连接层，但这个全连接层的 activation 呢，它把它改成Gaussian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实验说，改成Gaussian的话，是否那个效果会比就是 ReLU 好？好，那我们一样，我们还是要先跑一次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实验，因为昨天的那个大小是256×256，跟今天的不太一样，比较不公平，所以我们先把昨天的那个删掉，我们再跑一次，就是1/2图片的时候的结果。好，那这个是 positional encoding， 总共有10个frequency， 10个频率这样子。好，那 P10， 我来看一下哦。对 ，positional encoding 的结果是长这样。昨天也有稍微看过一次，就是比较像什么被涂抹过这种痕迹在这里，就是没有比较轮廓没有比较清晰这样子，跟昨天看到的我记忆中是差不多。好，那我们今天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Gaussian activation。哦，对，这篇论文其实不只有Gaussian啦，它有很多。在下面这边，对，还有什么Gaussian啊、quadratic， 巴拉巴拉一大堆。那每一个的话有一些不同的参数要调整。然后这个比较不好的是，它论文里面没有写这些参数要设成多少。就比如说Gaussian的话是这样子，就是1的这个次方，你的 x 是输入，所以 x 是固定的，我们不用管它。但这个 a 的话 ，a 就是那个一个 hyperparameter， 是你需要自己调整的，就跟我们 Fourier feature 或者是 Siren 一样，都是每一个方法都是有需要调整的一个参数这样子。但是它这个篇论文里面就没有告诉我们这个 a 要设成多少，对，很奇怪，要我们自己去试。好，那我们先，比如说我们就先实做一下这个Gaussian activation。好，那Gaussian activation 这个的话呢，我打算就是昨天我们不是写了一个 class 叫 MLP 吗？那我们 MLP 里面的话，原本是 ReLU， 那我这边把这个 activation 也用成一个参数。那如果是正常的 ReLU 的话，就 pass 一个 ReLU 进来。那如果它是一个，比如说它叫做一个Gaussian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把那个 activation 直接更改为Gaussian，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就不用改动。好，那这边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做，就是自己写一个 activation。我看一下 PyTorch 怎么写 ，custom activation function。对，要写一个 module 嘛，但这样好麻烦哦。就是每一个 activation 你都要自己再写一个 nn.module， 才能把它丢到那个 sequential 里面。
吧，那可能还是要这样子写咯。我再看几个 ，Hello 天，好露露安安，现在在写深度学习的程式。好吧，可能还是要照这样子写，就是要自己定义一个 activation 的 class。那我定义在下面吧，那就叫做高先 activation， 然后是这样子。其实也不难啦，因为就跟我们定义其他层是一样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超参数是那个 sigma。我叫做 sigma 好了，那预设不知道是要设多少，比如说就设成1好了。然后这样子的话是 self 点 s 等于 s， 然后forward 的话就是要把这个 x 做 activate 的话，我们是 return 这个 exponential， 就是刚才的这个公式，那就是 torch 点 exp，torch 点 exp 就是 exponential，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 x 的平方，应该说负的 x 平方，然后除以下面是2乘以 s 的平方，这样子。对，然后这边不要忘记要那个 super init。好，那我们就有一个叫高先 activation， 那就是做这件事情，把 x 变成1的这个东西次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activation 把它弄进来。我们这里可以给它一个 keyword arguments 的一个函数，就是我们每一个不同的 activation 它都有不同的参数。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参数呢丢到一个叫 keyword argument 的一个字典里面，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参数的话，它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字典的结构。那我们在这个写这个init 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一次对应所有的结构，我们可以在每一个 if else if 里面去个别的对应，这样子写起来会比较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刚刚在讲什么东西？我再重讲一次好了，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高显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 sigma 的东西嘛 ，s。对，那我可以很简单，我可以在这个，我如果想要在外面控制 s 的话，我可以在 init 里面加入，比如说 s 等于1。但今天如果我又有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 activation 叫做什么？刚才那里还有什么 quadratic 好了 ，quadratic。然后呢，我 activation 又会是一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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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然后这时候它的超参数可能名字叫做 a， 那 a 等于一个东西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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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要在这个 init 里面又要定义 s， 又要定义 a， 那这样子看起来就会很复杂。因为看的人就不知道，这个 s 到底对应到什么东西，这个 a 到底对应到什么东西。而且比如说我用Gaussian的时候呢，我就完全不会用到 a。那这样子写的话，就看起来比较难懂。所以呢，比较好的写法是把这一些东西，就是每一个 activation 它所独有的这些超参，我们把它定义在一个 keyword argument 的一个 dictionary 里面。然后呢，对于每一个不同的 activation， 我们再把对应的这个它的超参数取出来，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懂，而且在写 init 的时候也不用像刚才一样什么 a 等于1 s 等于1，把这些可能用到可能不会用到的东西全部都写在里面，是这样子。好，那刚才那个训练完了，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我们训练的是 positional encoding， 对，结果就是不太好，跟这个 Fourier feature 比起来。那我们现在要比较的是，
它最后怎么越来越低啊？我们现在要比较的是什么来着？比较的是这两个东西。就是比较单纯的 positional encoding 加 ReLU 跟这个 Gaussian 它之间的差别。好，那我们就来写吧。OK， 那我在这边也写了一个叫高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 architecture 是 identity 或是高的话，我们都是加入一个 MLP， 然后这个 MLP 的 activation 的话会不一样。那 activation 会是 ReLU， 如果这个是 identity 的话。如果这个是 identity 的话 ，activation 就是 ReLU 啊。如果这个东西是高的话，那这个 activation 就会是Gaussian。然后同时，我还要定义刚才那个 keyword argument， 原本是一个空的这个字典。然后如果是 Gaussian 的话呢，我要把它的那个 scale， 就是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 也加进来。那这边的话，我可以也是一样用一个 argument 来控制它。那这边叫什么呢？就叫 S 好了。Gaussian activation， std of Gaussian activation 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就会等于 hyperparams 点 s。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一串东西 pass 进来。activation 是 activation， 然后 keyword argument 把它用两个对，昨天是有讲到一个星星就是把一个 list 把它一个一个的元素切开。那两个星星的话，这个是对应到 dictionary 字典的部分。这样子的意思是把这个字典呢，把它拆成，如果我的 keyword argument 是 s 对应到，如果我的 keyword argument 是 s 对应到这个，比如说1的话，那我用这个两个星星的话，它会变成就是 s 等于1，这样子 pass 到我的这个 initialization 的地方。好，那大概就这样子吧。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调整这个 s 的大小。那我们先看一下预设的1，结果会是怎样。我这边叫做高 act 好了，我把昨天那些叫高的先删除好了。就昨天名字叫高的那些先删掉。好，然后这边的话就叫做高，比如说1，然后这边的 s 等于1，然后 architecture 是这个高，这样子，就是 Gaussian activation， 因为它会跑到这里面来。好，那这样子应该没问题，我们试试看哦。这个 Gaussian activation， 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如这个论文一样啊？什么错误啊 ？Non-type has no 我忘记在这个 forward 里面写了。forward 里面也要加入这个高。好，看起来结果没有到很好，这个 PSNR 才12、13而已，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训练的是这个。
有可能是我们的那个 sigma 设的太低了吗？总之，我们先停下来。比如说设成10呢？好像也没有变得比较好而且它 loss 都没有在下降。是我们写的不对吗？还是改成 0.1？ 我们现在就在尝试不同的 sigma。哎呦 ，S 等于 0.1 的效果好多了。S 等于 0.1 效果好多嘞，真神奇。我们看一下。有了，这边的话是高 CN activation 的结果，右上角这个。对，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 S 这样子，效果才会好。那我们再等一会看看。它都没有在下降，所以这样子代表应该是可以了，应该这样没有错了。就是真下来要让它再好，就是要把这个 S 的值再去进行手动的调整。好，那这边的话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高纤 activation，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跟这个 Siren 一样啦。对，跟 Siren 一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输入的地方都是那个 feature 的大小都只有2，就是它 input 的 size 都是只有2，因为我们是 UV 嘛，对，所以第一层的那个第一个全连接层会是2个神经元连到这里会是直接2个神经元连到256个，所以这样子的参数就会比较少。相反的，如果你在这边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话，因为 positional encoding 它是把2个次元就是提升到，比如说有10个频率的话，就是提升到2乘以10再乘以2，是40个次元。对，所以你的第一层的话，如果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话，会是40乘上256。对，那如果是 Siren 或者是Gaussian的话，因为它没有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所以它第一层的参数会比较少，会少蛮多的，会只有2乘以256这样子。对，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别。就如果你在意的是，除了你在意那个图片重建的好不好之外，你还在意那个模型的大小的话，那这个输入的这个特征量的大小也是比较重要的。对，那如果是在 activation 上面做文章的话，就不用到 positional encoding， 那训练出来的模型就会比较小，因为它的第一层的那个全连接层会比较小。今天这个 S 等于 0.1 训练出来结果还不错，虽然训练的 PSNR 低一点，但好像 testing 的好像高一点，跟那个 FF 比起来。我们先把这个弱者去掉。有了，看起来就但细节好像还是没有到非常棒，但是看起来已经比 FF 好多了，而且训练的这个曲线好像也比较平滑。那我们就以这个气势继续只做一下其他的吧。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一堆吗？就是除了那个什么Gaussian之外，还有一堆其他的。对，这个理论的部分，他这一篇论文也是提出一个，也不能说一个，很多个
支撑为什么这些 activation 可以正常的运行，而且效果比较好的一些理论上面的背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有看，但还没有完全看懂。要看懂，你可能要会比较多微积分的知识。对，那我这边再介绍另外一篇论文，它叫做 Gaussian Activated Neural Radiance Fields。那这篇论文呢，其实我自己感觉啦，就是 Nerve 再加上刚才这篇论文里面的这个 Gaussian Activation，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叫 Pose Estimation 的东西。对，那其实这篇论文更改的地方，在这个 Nerve 更改的地方，就是只是把 Nerve 里面使用的 Positional Encoding 加上 ReLU， 把那个 ReLU 改成 Gaussian，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东西。然后他改成那个东西之后，他发现说，除了图片重建出来的效果更好以外，那他还可以就是同时的去计算每一个照相机它的位置。对，我们在 Nerve 的时候有讲过，它是我再画一个图好了。我们在 Nerve 的时候有讲过说，你要训练一个 Nerve 的模型的话，你需要知道每一张图片它的照相机的位置是长怎样子。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东东，那这些是你的照相机，你需要先用一个叫 CoMap 或是其他的软体，先去算出这些照相机的位置是多少，就是它的旋转的角度啊，然后它在世界坐标当中的位置是在哪里。你先需要去算出这些东西，你才有办法训练一个 Nerve 的模型。但是呢，这篇论文呢，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不需要先用这个 CoMap， 你这个东西是完全不需要的。你完全可以说，你所有的照相机，比如说你有3张图片好了，你全部初始化在同一个位置，然后呢，让神经网络呢同时去训练这3张图片它的旋转角度跟那个就是它们的位置，旋转角度跟它的位置，你可以同时让这个神经网络去训练这个东西，那你只要初始化在同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对，那训练出来的结果呢，它会每3个就是会收敛到正确的位置，这样子。对，那我们就可以去掉这个 CoMap 的麻烦，因为 CoMap 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万能的道具，有些比较难的那些图片，比如说你可能拍一张图片，那大部分东西都是白的，比如说你可能拍一个小的模型，然后你放在一个白色背景前面，那这时候因为它白色的背景就没有特征点，那这个 CoMap 它是根据特征点来算出位置的，所以如果你的特征点不够的话，那 CoMap 推定这些位置其实有可能会失败的这样子。但是在这篇论文他就提出说，你用这个Gaussian Activation 的话，除了提升这个图片重建的精确度之外，你还可以同时训练这所有照相机的位置，你就不需要任何 CoMap 的前处理这样子。对，但这个研究就是说，你训练照相机的位置的这种研究，其实之前也有，我可能之前有讲过，就是这个 Nerve minus 或者一个叫 BARF 的东西都有。但这些的话，他们会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处理，就比较实作上面没有那么简单啦。比如说这个 BARF 它是用一个叫做 Coercify， 它是一步一步慢慢把这些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慢慢增加，然后让它这个训练出来的位置会比较稳定。但这个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 GARF 这个 Gaussian Activated 这个东西呢，它是完全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它就是把那个 Activation 改成 Gaussian， 然后所有照相机位置呢全部初始成就是111，就是一个单位矩阵啦，然后再加上所有位置都是0的，反正就是初始化在同一个位置的话，然后你这样子直接让它去训练，它就可以很好的收敛到正确的位置。对，好，
哦，相机内参也是用训练的吗？对，我说对，但是这边这一篇论文我有点不确定，我看一下，应该是全部都训练。对，就是对，刚才没有讲到，等等哦，等等哦，对，这个 CoMap 它是除了未知之外，它也可以训练每一台照相机它的内参。那如果是共用的话，就只有一个内参。但我现在还不确定这一篇论文是不是连内参一起训练。正常来说应该是可以，但是我看一下，稍等一下，确认一下这篇论文到底有没有训练内参。应该是刚才说的那个 BARF 啊 ，Nerf minus 这些都是有训练内参的，就是他们除了 RT 之外，也有训练这个 K。然后这个 K 的话，好像是所有照相机共用。对，所有照相机共用的前提是你确定说这些照片呢都是同一台照相机在接近的时间点拍的，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共用 K。这些论文呢都是同时训练这3个东西。那 GARF 的话，我不确定，我看一下论文。好，稍等一下。然后我先看一下训练结束了。OK，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这个高纤 activation。你看到了 ，GARF 写内参是已知的，好吧？但是 BARF， 等一下哦，我来确认一下。我记得这个东西 ，BARF，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BARF 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训练 neural radiance fields 跟相机的外部跟内部参数的论文。它的这个影片还蛮搞笑的。首先，它这个 BARF 就是虽然是缩写，但 BARF 就是那个呕吐的意思。他还故意加了一个呕吐的原文字，然后它里面的图片也都很搞笑，我也贴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主要是看一下这篇论文，我记得它也有开源。我还没有试过就是了。我记得他连内参都是训练的，那为什么 GARF 没有？好吧，这边没有结果。那 Project Page 里面，还是我记错啦？记得有啊。还有一个 Nerf minus。Neural radiance field without known camera parameter， 这个我很确定是有的，很确定内参外参都有训练。对，这一篇论文的话，它是上面这边是显示训练出来的外部参数，刚刚说的未知我们别名叫外部参数，就是旋转的角度啊，然后位置这样子。对，这个紫色的是 CoMap 得出来的结果，然后蓝色的是他们训练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开始的话，它就是把所有的照相机都位置初始在原点，就是同样一个位置。然后随着训练的进行呢，它会慢慢的收敛到正确的位置。大家看到这边的那个大小不一样，是因为单眼相机它是会有那个尺度的不确定性。对，所以这个部分你只要看相对的那个形状大概差不多就可以知道这个收敛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好，那上面这个是外部参数，那下面这个是内部参数。内部参数就是照相机的那个焦距，还有照相机的原点，就是总共有4个参数啦。对，那这边的话，它是显示了这个训练出来的这个焦距，然后 CoMap 的话是 893.8， 然后他们训练出来的结果分别是
x 方向跟 y 方向不一样，那分别是绿色跟蓝色。但收敛出来的结果好像也是跟这个实际的距离差不多，实际的焦距。对，所以这个 nerf minus 是内参跟外参，上面这个叫外参，那下面这个叫内参，内部参数，这两个都有训练的。好，那这个 barf 呢？我记得也是两个都有啊。我们来唤起我之前的记忆，等一下哦。没有说错了，哇，直接打脸。等一下，这边他写 assume known intrinsics 就是内参，然后 extrinsic 是外参。所以 barf 里面也是假设所有的参数所有的内参是知道的，好吧？那这个我记错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三个方法里面，那个如果训练成功的话，泛化度最高的应该说可用性最高的应该是那个 nerf minus， 因为它那个不需要给它内参也可以训练出来。那这些 barf 跟 garf 都需要内参。虽然说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啦，就是你把那些内参也当做一个可训练的参数去进行训练，实作上不会太难，我觉得结果应该也不会太差，因为其实内参是比较好初始化的。对啊，就是外部参数的话，你一开始你很难知道这个相对的旋转啊位置是多少，但内部参数就比较好知道，因为内部参数的话就有4个值嘛，分别是这个 x 方向的焦距、y 方向的焦距，还有照相机的原点，应该说中心点。那正常来说，我们最常用的假设是照相机的中心点就是像素的中间，所以比如说你这个长度是 w， 高度是 h 的一张图片的话，那你的 dx 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把它假设成是2/2 w， 然后 cy 应该说是初始化成2/2 w， 然后 cy 是2/2 h， 然后 fx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 nfy 一样，然后会等于就是之前说过的那个什么2/2 w 除以 tangent 那个 fov。那 FOV 的话就跟你的照相机有关，那比如说你就可以设成90度啊、120度之类、60度，反正就这些初始化的条件是没有太难啦。那之后看它收敛的话就不一定了。对，但因为初始化不难，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做应该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就是再多加几个可训练参数就可以了。好，所以 Kokoro 已经有看过，这里是 known intrinsic 是吗？在这个 experimental settings 里面，看一下有 we assume known intrinsics， 好，跟 barf 一样 ，OK。好，然后这个 garf 呢，他也有说，就是他可以做到跟 siren 一样的事情，就是那个什么微分啊，然后2次微分，他得到的结果也都是比较具有意义的，又不像 positional encoding 出来的结果就是非常的嘈杂。虽然图片可能重建的还可以，但是就是那些微分就会变得比较多噪音。好，那我们再回到主题吧。我们再继续实做下一个 activation。说实话，我就是比较想了解说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效果怎么样，因为应该很少人会特别去
做这个东西吧。如果什么 ReLU 就可以做到，那我干嘛要做这些高线什么的？对，所以今天主要目的就是看一下这些东西是否真的有存在的价值。应该是有啦，这个论文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要以自己的眼睛去见证这个。好，那我们在这里再加上 quadratic。那这个要叫什么啊？哇，好烦哦！我这个参数，还是我们就不要叫 S， 每个叫 S， 我把它叫做 A 跟 B 好了吧？就是跟这个论文里面的名称叫一样的，就叫 A 跟 B 吧。我懒得想了，就是这个 A 的话就代表说这里的 A， 然后 B 的话就是它下面有一个 super Gaussian 是需要 B， 那就 A 跟 B 吧。那这个的话跟其他是不一样。好，那我们把这边的命名改一下，然后这边我把它叫做 different activation functions。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实做吧。这边就算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地方，因为就很简单，就一行而已。比如说就叫 quadratic activation， 然后这个要有一个 a， 然后 forward 里面的话是1除以1加 ax 的平方。不知道大家写程式有没有让你觉得轻松愉快的时候？我的话就是在写这种 easy 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轻松愉快。还有复制贴上别人 code 的时候，比如说刚刚那个 siren， 我就他都写好就直接复制贴上。然后对，还有一个时候就是把不要的东西去掉的时候。就我们昨天在复制 siren 的时候，不是有看到它有很多就是我们实际训练不用的东西嘛？就是像在哪里来着？像这个什么 forward with activation， 我觉得不用把它删掉，就觉得顿时那个神清气爽，这个 code 少了好几行，看起来就非常的那个赏心悦目。好，这个 quadratic activation， 那我们也在这里 activation 就变成这个。然后在 train 里面的时候 quadratic activation， 当然还是我直接把它quadratic， 直接把它丢到里面好了。这个 A 就是 hyperparameters 的 A， 然后 B 的等一下会有 B， 所以我们也现在顺便把它加进来。好，然后现在就是要调整这个 quadratic 里面的 a 这个参数。来吧，quadratic 里面的 a， 我想一下哦，就是刚才这个。刚才这个 x 啊，它是跟 a 是一个在分子，一个在分母，所以我们那时候的 a 是设成 0.1， 但这边的话，现在是 x 跟 a 要乘在一起，所以它们是在同一个相乘的位置，所以我觉得
直觉上来说，我会想把 a 这时候的 a 把它设成跟刚才的那个导数是一样的，也就是刚才是 0.1， 那我们这边应该要设成1除以 0.1， 也就是10，可能效果会比较好。试试看哦。就是物理上说的，你要把它那个叫什么？你要检查那个是否同质，是否 homogeneous， 就你要那个物理上的那个公式除完之后，那个单位呢，你必须要是单位是1这样子。我们会把它叫做 homogenization。对，好，我们设成10看看。弄错了。那 arch 要不改成 quadratic？ 没有 net， 为什么没有 net？等等哦，刚刚怎么出了一个错？他说没有 net， 为什么？不是有 quadratic 吗？quadratic， 这边是为什么出错啊？S 要改成 B 吗？你说哪里啊？我这里已经没有 S 了，现在都变成 A 跟 B。这了，这边忘记把这个夸加进去了。下程式的时候，可以的，这要改成 A， 没错，这改成 A。好，开始了。的确跟我们刚才的想法一样，就是因为刚才是 x 跟 a 是在两边，那时候的 a 是 0.1。所以现在是它们乘在一起的话 ，a 就要变成10，这样结果会好。那我们看一下哦，这个 quadratic 10，它是这个绿色的曲线。它现在跟这个跟红色的曲线好像是差不多的位置。好像结果都不错那这些因为我们只有改 activation， 所以它的这个 parameter 的量是一样的，就是 133k 这么多个。那我们就继续再做别的话，我们把这些都写完。multi quadratic 在它训练的时候。multi quadratic， 好，这个时候是根号1加 ax 的平方，所以这边我们就乘以0.5。通常我在写深度学习的话，就是那个次方我都用这个乘，就是2个星星来写。有些人习惯就是什么都要用，比如说他用 PyTorch， 他什么加法，他用加法也用 torch 点 add 的人可能比较少了，但是像这种次方他可能就会喜欢 torch 点 power， 然后比如说 x2 之类的。那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这样写啦，因为如果你知道 x 一定是 tensor 的话是那样子 OK， 但是比如说你的 x 可能是 numpy 的 tensor， 或者是就是 numpy 的 tensor， 那你如果用 torch点 power 的话就没有办法套用在 numpy 上面，但是这个乘2它可以套用在任何东西，就是要什么 TensorFlow 的 tensor 或者 PyTorch tensor， 或者是 numpy 的 tensor， numpy 的 array， 你都可以用同样的操作。
而且写起来也很方便，就乘，然后再一个数字就好。所以我都习惯这种次方都这样子写。好，那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加过来。multi quadratic。那 activation 就会等于这个东西。好，然后，所以其实我这里可以用 if 跟 else 就好了。那算了。multi quadratic。还是我直接把这个名字等于 arch 啊，也是可以齁。就是除了 identity 以外，我把它其他都叫做那个 activation 的名字好了。这样我就不用在下面 activation 等于那个了。这样子写，然后这边的话，我先把它复制过来。Gaussian quadratic multi quadratic， 然后这边就除了 identity 是 ReLU 以外，或者我把这个也叫 ReLU 好了，这样就省事许多。就是这个等于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 activation 就等于那个 arch 就好，那我也不用这些了，这样就程式码减少很多。然后下面的话就除了这个 DE 跟 FF 以外，就直接 return 这样子，我也不用再另外一个 if 了，这样子就可以。好 ，ReLU Gaussian OK， 那我们这个也做完了 ，Quadratic 也做完了，我们看一下结果。看一下结果哦，它结果呢跟这个Gaussian 0.1 的结果差不多，应该说几乎完全重合诶。这两条曲线，绿色跟红色几乎完全重合。绿色跟桃红色，然后图片的结果的话也是差不多的，这两个摆在旁边看，几乎是一模一样，肉眼无法辨别差别，但他们重现的结果都还算不错。好，那我们再做下一个，下一个是那个 multi quadratic， 然后这时候的话，因为现在还是 a 乘上 x， 所以我觉得 activation， 应该说那个 a 的值我们用10应该也是可以。quadratic， 这就叫 multi quadratic 10。拼错了 ，multi quadratic。OK， 那 multi quadratic 也正在训练当中了，然后它的结果看起来有点没有那么好，没关系，我们再先实做其他的。下一个是 Laplacian， 不知道英文怎么念。这些我都是用法文学的，这些专有名词。拉普拉斯是法国人，拉普拉斯用用法文念就是 Laplace。
我们来看一下哦。1的负 x 的绝对值除以 a， 还发现他这边打错了，他这个那个 latex 还打错了，这两个应该要在跟这个括号是相同的位置才对。1的负 x 次方是吧？负 push 点 absolute x 除以 self 点 a， 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我们叫什么呢？这叫做 Laplacian。Laplacian activation。好，然后要在这个 option 里面继续加。在适当的时候换行，让它不要一行太长。而且是习惯大概100个一行100个字左右还可以接受，但超过之后就你没有办法在一行里面看到所有字，就会觉得很难受。好啦 ，Laplacian 也写好了，然后下一个 Super Gaussian。Super Gaussian。Super Gaussian 就是高线再乘以平方嘛，像是。对 ，Super Gaussian 就是高线再乘以 b 次方，然后 b 等于1。就是这一串其实也不用括号了，就直接这个乘 self 点 b， 这样子，这个就是 Super Gaussian。好，然后或者其实我就直接这样子就好了，就不用这样写，我就这样子写就好了。我刚刚才发现我这个用了一种比较蠢的写法。就可以直接把 keyword argument pass 进来，这样子它不管有几个，它都会读取。那我们是原本有 A 跟 B 嘛，那如果比如说高显这些都只有 A 的话，那 B 是多少就不重要，它就会无视。那如果是 super 高显的话，因为有 A 也有 B， 对 A 跟 B 的值，就是在 keyword argument 里面的值呢，就会被赋予到这个 super 高显里面。好。我们先写到这里，然后正好我们这个 multi-quadratic 也训练完了，然后我们再训练下一个，也就是 Laplacian 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的A， 因为它跟x 也是分开，就是一个在分子，一个在分母，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要 0.1 会好一点。OK， 我们这样子看一次。哦，又拼错了 ，Laplacian。好吧，不能这样写。我刚刚讲错了。好吧，只有 A 的话就不能 pass B， 那还是要这样子。好，那 B 等于 B。
吧。OK， 这一次结果好像也不错，好像就刚才 multi 的那个有点不行。这个 multi quadratic 它的训练出来的结果比其他的差了蛮多，可能是那个 A 的值要调整吧，我猜。好吧，等一下看有时间再调整一下这个 multi quadratic 的那个 A 的值。它训练出来的结果比其他的差，最后的话它是只有 24.42， 那其他的有 25.8。那我们现在在训练这个 super 高，不是 super 高斯，是哪一个啊？这个 Laplacian 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最后做这个 exponential sign， exp 如果要直接念的话，好，就是1的负 sin ax 次方，这个也不难，来，这些都一样。好，最后一个了。做完这个，我们今天就剩下实验的部分。这个我们叫做 exp activation， 然后它只有一个 A， 然后 forward 的话是 exponential 的负 sin， 有负吗？有有负 sin self 点 A 乘以 x。好，那就这样子 ，very easy。好，最后一个这个 activation 是这个 exp， 那这个会等于这一个，然后 A 是 keyword arguments 的 A。好，然后在 option 里面最后加入一个叫做 exp 的东西，然后在这里。在这里加进来，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最后就剩下 super Gaussian 跟 exponential sign 这两个需要测试。然后呢，我其实也不是刚才发现，我一开始注意到了，就是在这一篇论，不是，是这一篇吗？好像也是这一篇哦，就是它上面那一张图啊，这一张。对，它是比较Gaussian跟 ReLU 的差别之外呢，它也有比较前面有没有加 positional encoding。对，大家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写了一个 P1， 那其实我们刚才实作的部分是没有这个 P1， 只有马上丢到Gaussian里面，然后直接得出结果。但是这篇论文呢也有比较说，它其实也可以加入 P1， 那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又会比没有加来的更好一点。好像是下面有一张表有写，我看一下，意义当中是这样子。那这篇论文超级长，有这里，这里，这应该比较Gaussian，然后这是8层了，8 layer， 那8 layer， 然后这个是有没有加 positional encoding。大家可以看到说有加，就是打勾的地方又比没有加的地方好了一点点，对，所以呢，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其实是跟Gaussian是可以做一个组合的。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试着实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前面再加一个就可以了，前面再加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呢，我们的这个 architecture 应该不是 P1 应该算是前处理。对，我们应该要把这个 P1 当做另外一个 argument， 就是我们在这边再加一个
就是是否要使用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一个 argument， 就说 use PE， 然后它的 default 是 false。我用那个 Boolean 的怎么说 Boolean 的这个 flag， 我通常都是用一个叫做 action 等于 store true 这样子来写。对。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们是用什么1跟0啊，或者是那种 string true 或 false， 那样子我就觉得很容易出错，因为一个 string， 比如说你一个 string 是 s 是这样子，那如果你判断 s 的话，那 s 其实是会等于 true 的。S 是会等于 true 的，因为这个字串不是空的，所以它是一个 true。那为了防止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我通常都是直接用 Boolean， 然后用这种 action 等于 store true， 就是有加这个的话，这个才是 true， 那没加的话就是 false 这样子。好，我们刚才那个已经先训练完这个 Laplacian， 我们训练下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的结果。下一个是什么嘞？下一个是 Super Gaussian。那 Super Gaussian 跟 Gaussian 的差别就在这个次方要 b 次方。所以的话，我们首先试试看 b 等于2吧。b 等于1就跟 Gaussian 一样了。我们试试看 Super Gaussian。Super Gaussian 的A 是多少 ？A 是10，不对 ，A 是0.1， 然后 B 是2好了 ，B 是2这样子。OK。好，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什么啊？刚才是 Laplacian 的 0.1。哦，哇，它的结果又比刚才其他的都好多。哦，但是 train 是那样子，但 validation 好像差不多。validation 的话，但也是好 0.1， 好 0.1 应该算蛮多的吧？我们看一下它实际的结果。我们可以跟好的比较，这个 Laplacian 是右边这一个。那比如说就跟Gaussian的 0.1 比较的话，好吧，PSN 差 0.1 好像肉眼看不太出来，肉眼看起来就差不多，好吧。但是实际的那个分数是比较高的。好，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个 use PE。这个地方就是说，看一下哦，这边要一个 if hyperparams， 就是我们要判断是否有用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如果有的话呢，我们要定义一个就是这个 projection， 不是 projection encoding 的那个矩阵。那我们预设就是昨天说的那个1001，然后2002那个东西。OK， 然后 positional encoding 就会是这样子 ，self PE 就等于这个。好，那如果对，那就这样子了，就定义好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然后这个 selfnet 的话，会根据有没有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来改变它的 input 的 dimension。就是说，如果有 use 的话，有 use PE 的话，那 number of input 的话就会变成是 self 点 PE 它的 outdim 这样子。
然后 else 的话就是2，然后这个东西会把它 pass 进来。好，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判断这个了，不用判断是不是 P1 了，就直接判断等于 FF 的话，等于 F 的话，那我们就把那个刚才的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把它复写成新的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剩下是一样的。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应该说除了 siren 好，我们就是先判断说有没有 use positional encoding， 如果有的话 x 会先过一次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之后再丢到这个等一下哦，或者是有没有 FF？ 对，有 FF 的话，应该说 architecture 是 FF 的话，也是要经过一次 positional encoding。好，那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判断有没有使用 positional encoding， 或者是 architecture 是 Fourier feature 的话，这两种情况都先要经过一次 positional encoding。然后再把这个 x 的结果丢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刚才这些 Gaussian 啊、quadratic 这些新的 activation， 把它跟 positional encoding 做组合，就是可以达到像刚才论文当中那一张图一样的效果。就是我们前面的话，也可以在输入的地方先过一次 positional encoding， 再丢到这个 activation 的这个 MLP 里面来，这样子的话，根据这个论文的结果是这样子结果会精确度再高一点。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做一下实验，也不用做太多，就跟普通的高显 0.1 做比较就可以。也训练完了。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是 explicit。这个东西呢，看一下看一下它的 A 是在哪里？它的 A 是在 x 的旁边，所以应该是要 A 等于10会好一点。那我们就 explicit 这样子。好 ，Go。今天的最后一个 activation 的实验，等一下我们来测试跟，好像效果不太好。等一下，这个好像效果不太好，我们测试一下别的 A。比如说30。效果也不好0.1，感觉 sin 的话，那 A 应该要大一点会好一点啊。好像结果都不好等一下哦。exponential minus sin ax， 我设成大一点看看，100。好像结果都不太理想不管 A 设成多少，刚才那个结果都不好。可是我有写错吗？查一下，是 exponential 负 sin ax。对啊，这个这么简单，应该不至于写错吧？
负 sin ax， 对啊，还是我，对啊，也有弄进来啊，奇怪哦，还是结果就是这样子，结果就是不好吗？1000呢？好吧，结果就是不好，不管我 a 设成多少，结果都不好欸。我会这样子 ，a 等于1好像还没试过。看似有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太多。再试一个好了，0.01。好吧，结果都不好，没办法，放弃。这个 exponential 这样 sin， 我测试出来的结果，它都跟论文差很多。论文的话，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像这张图一样。但我却没办法，不管是多少个 a 都一样。算了，我们先放弃这个 exponential sign 吧，我们就比较其他的就好。比较其他的这个，对，刚才那个 super Gaussian 在这里，它的 training 是training 的 PSNR 是最高的，而且还高蛮多的，34，超高的。但是 validation 的话好像差了一点，好像最后比其他的还要低。对 validation 也低一点点而已，虽然25.75。看一下它的图片吧。图片的话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所以感觉这几个都可以。那这个 multi quadratic 可能是我们再测试一下不同的那个参数好了。这个的话感觉还是应该还可以再高一点，跟其他的比起来，应该可以达到差不多的效果才对。multi quadratic， 比如说20。quadratic 的是在哪里啊 ？multi quadratic 是在下面，它有一个根号，所以是不是要？没有，是不是要用成100啊？用成100之类的，用成100看看。不对啊，不是用成100啦，是应该用小一点，因为它开根号之后，如果要跟刚才的差不多的话，那应该要小一点。让我再试试看。应该比如说根号10的话是 3.16， 那我应该10再除以 3.16， 那也是根号10，那就设成3看看。好吧，不行。10的话就可以，那20呢？还是5？我看看。5也结果不好。那20。20好像结果好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多了好多个不用的，我们就比较 multi quadratic 的10跟20这两个。对，20的话比10好一点，好蛮多的。
那20的话，我感觉应该就可以跟其他的这些 activation 有差不多的结果。我们把全部都叫出来吧。multi-quadratic Laplace super Gaussian multi-quadratic。有一些不用的，我先把它删掉。multi-quadratic 3跟5就不需要。好，基本上都叫出来了。identity 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全部都叫出来了。把那个 FF 跟 Siren 也叫出来吧。Siren 就是这个非常不稳定的东西。那我还是先比较稳定的吧。这个那这个也先用掉。这些呢是不同的 activation 它的结果。我们看 validation 就好。validation 的话，最后它们都是收敛在差不多的位置，那就是收敛的速度不一样。那收敛速度最快就是最早到达高点的，这个是 super Gaussian， 就是Gaussian这个东西，然后把它 b 次方，我这边的 b 是等于2，那收敛的比较快一点。那可能说不定 b 等于3 b 等于4又收敛更快，这可以再做一些实验。然后第2名是 Laplacian， 它收敛的速度也是蛮快，然后而且它最后的 PSNR 是第1名，然后剩下几个好像就差不多，那 Gaussian 啊 multi-quadratic 这几个是差不多的。实验的结果是这样子，还蛮有趣的。我原本以为会每个都差不多，但没想到还是有一些比其他的更好一点。喝杯水。大家还有想要看我做什么实验吗？就是现在正好，比如说你想要看那个 A 跟 B 之间调整参数之后的结果之类的，要不然我等一下就比较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那今天就大概到这边。我们也把很多都做完了，大部分想要做的都做完了。大家可以踊跃发言，什么问题之类的都可以问。multi-quadratic， 再等一会。但是其他那个复原的结果看起来都差不多，就这个 super Gaussian 看起来最好，其他的就这看起来有点模糊，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清晰。它也是就是 training 是最高的，然后 validation 好像差不多。好像 super Gaussian 是里面最好的，看起来的。好，剩下最后10个 epoch， 等一下我们就测试这个 Gaussian 跟那个 Gaussian 加 positional encoding。好。那我就先把 multi-quadratic 删掉吧。苗源，谢谢你留言，一直都看了直播，十分精彩，谢谢，希望有帮助到你们。我也希望大家踊跃留言，这样我比较不会孤单，而且我比较能就是解决你们的一些疑问之类的。也可以知道我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怎样的内容。我现在就是大部分都是在做 Nerf， 因为之前研究也蛮多的，而且又正好它
出了很多就各种不同的扩充，每个都觉得很有趣。之前的话是在做自动驾驶，所以自动驾驶跟自动驾驶相关的那一部分的 Nerf 呢，我是比较研究的比较多。那除了自动驾驶，就是那种开放场景的这种重建之外， Nerf 还有就是套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人，就是那个虚拟人物，比如说我现在在做 VTuber 嘛，那他们的话，他是可以用那个 Nerf 呢重建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你人在一个地方跳舞，那他可以用 Nerf 的技术重建出这个 3D 的人物，然后可以用程式去控制，就是让他做不同的动作之类的。我可能之后现在在这个公司研究还不会用到，但可能之后会用到，我自己是有这种预感。对，所以 Nerf 的研究应该还是会继续进行。这部分只能当吃瓜民众。哦 ，Kondo 你好，你说的是写程式这部分吗？你比较喜欢看哪一种嘞？看我介绍论文吗？写code的话是比较，对，应该是要比较懂的人才比较容易享受。我们刚刚要做什么来着？我们要做高显 0.1 再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10，然后这个的话就 0.1， 然后 R 只是高显，然后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 use P1 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加在高显的 activation 的 network 前面。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个 P1 了。然后呢，因为 P1 的话会把输入的那个值，会把输入的那个 dimension 增加为40，所以它的参数的数量会变多。刚刚我们看都是 133K， 那是 142K。等一下哦，这个 validation 为什么这么低呀？那我们先把其他的都关掉，我们就比较高显跟高显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在前面。哦，为什么变这样子啊？这是说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后 ，A 也要重设咯。感觉是感觉是我们 A 重设一个值看看。就是刚才那个高显的时候是 0.1 有不错的效果，但现在前面加了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它就 overfit 了，变这个鬼样子。我们先 remove 掉。我们把 A 调大一点看看。苗源说我在看 Nerf 的问题是，如果我是输入于类似LF 数据，希望按我的想法的位置，希望按你的想法的位置输出渲染图片，可以啊。Nerf 就是你要在哪里输出都可以，你要在哪一个位置生成图片都可以。这就是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嘞？你不是只要先控制，比如说你的场景是这样子嘛？这是你的训练的片，然后这边是你的场景这样子。那 Nerf 的话，它会构建一个 3D 的坐标嘛？那你就随便在一个地方设置一个。就是生成的时候，你可以控制你的生成的位置，你就比如说控制在这里，然后呢，你再根据这个平面上去放置不同照相机，就可以达到你的效果了吧？这个就只是单纯的控制那个位置而已，但也就是说，你这个位置你要怎么控制，你可能只能从训练的照相机来控制，比如说你知道
原本的其中一台照相机，这一台照相机它是 RT 这样子，那你可能新训练你要生成那边你就 R 是用一样的，然后 T 的话可能是 T 减掉 E 之类的 X 坐标啦，这样子就可以生成一台新的照相机。Super resolution 的意思吗？我也不知道欸。苗源可以再解释一下吗？那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哦，怎么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反而效果变差了？哦，那我觉得应该苗源指的不是 super， 应该只是控制坐标而已。控制坐标的话，你可以参考，你是看他原本作者的程式吗？找出来给你看一下。在哪里？Round Nerve 吗？它这里有一个叫 Render Pose 的一个东西。那 Render Pose 的生成 ，Render Pose 就是你最后生成图片那个照相机的位置。那这个东西的生成呢，在哪里？可以看 LLFF 里面，应该是是这个东西没错。这里是它生成那个位置的地方。对，它原本预设的是一个螺旋状的旋转。我那时候还有用网络上的一个可视化的网站把它画出来。Spiral poses 是这个吧？对，是长这样子的。它的照相机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轨迹，就是在一个地方绕完之后再往前绕，然后再往后绕，再往前绕。那这个东西是怎么生成的呢？这边它是这里生成的，等一下再跟你说。先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训练结果。怎么好像并没有比较好啊？还是 A 等于1也不好啊？叫我怎么反而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那个效果变差了？我想一下哦，Gaussian activation。或者，如果再把 A 再加大呢？我们再把 A 加大看看。好，我先加大 A 再做一次看看。然后苗源说，因为原本作者只能说出螺旋状。对，它原本预设就是螺旋状。这个结果好像还是不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结果并没有变好？E1是有加上 sin 跟 cos 啊，还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呢？0.01看看。对，那你只要在这里修改其实就可以了。刚才这个 render path spiral 里面，你修改它 render pose 的东西，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输出位置。具体是怎么做？我先做完这个。为什么啊？结果还是没有变好。
如果不要 use PE 的话，应该跟高减 0.1 是一样的。对，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就变差了呢？还是我们微调呢？比如说这个调成3，也没有变好啊。刚才是设成10的时候好像好一点，20呢？也没有变好啊。开始随便调一些。好奇怪哦，为什么加入这个之后反而就不好啦？那我换一个看看，我不要用高显，比如说我用最好的那个 Super 高显，我用 Super 高显，然后再加 Positional Encoding 看看。在这里。Super 高显的，刚才最好的是多少来着？0.1跟2嘛，然后 Positional Encoding 是10，变是2。Super 高显，试试看。这个也是没有变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后，反而效果就比原来的更差，就整个 overfit 了。好，我先回答苗源的问题。刚才在这边我们是说这个 Render Path Spiral 呢，它是生成那个你要输出的照相机轨迹，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控制啊。比如说这个 C 呢，就是 Center 的意思。就是每一台照相机它的中心点，那它这边的这个 dot product 是把它跟那个螺旋去做一个相乘。那你也，比如说你就可以不用这么做，你就把这个 C2W 是其中一台，应该是其中一台训练照相机它的位姿。我们说位姿是一个3×4的矩阵，那一个3×4的矩阵就是它左边是 R。这个是3×3，那右边是 T， 这个是3×1。那所以的话，你就可以控制这个 C2W 它的其中的，我记得在那个 NDC 的那个坐标里面，后方是 Z， 那右方是 X， 上方是 Y。对，所以比如说你就可以控制 T 的第一个 ，T 是3个数字嘛。你就可以控制它的第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减掉 0.1， 那要减多少你要看，你要一个一个去尝试，有可能减的不够，那你就再减多一点，那减太多的话你就再减少一点。那这样子的意思的话是把比如说我这边先擦掉好了。OK， 比如说这一台照相机它的位姿是这个 R 跟 T， 那你如果把 T 的第一项再减掉 0.1 的话，那它会生成的位置会是跟原本的照相机一模一样的角度，但就是 X 的坐标往左 0.1 了。对，我们说这个那个 NDC 的这个坐标的方向是右方是 X， 上方是 Y， 后方是 Z。所以如果你把 X 坐标减掉一个数字的话，那它会跑到原本照相机的左边。对，那所以的话，你这边就可以后面这一串你就不需要了。后面这一串是让它旋转用的。
那如果没有要旋转，你后面这个就不用，然后就 C 等于这个东西，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它的右上角这个坐标减掉一个数字，然后 Z 的话，你也可以就直接把它用成正上方，就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用成这个010这样子。对，然后再把这个 pose 加进来。你希望在输出 nerf 之后输出的是81张图片，可以啊。那你就是先决定中心的位置是多少。比如说你中心的位置，你可以计算这个它的 C2W。它就会是所有照相机的所有 training 的平均。如果你的 training 是四面八方都有包含到的话，你就可以这样计算。先计算出来这个东西，那你中心的这个照相机的位置你就有了。然后的话，你在中心的位置以中心照相机为中心，然后你再放置就是左边4×4，然后上下也是4×4这样子，这样可以理解吗？就你比如说最左上角这个照相机的位置的话，你的 X 坐标你可能就比如说就减 0.4， 然后 Y 坐标可能就是原本中心的，然后因为是在上面嘛，就加 0.4 这样子，然后你再以此类推，在这一台照相机的右边那一台的话，就是 X 坐标减 0.3， 这样你就可以画出9×9，然后最右下角这一台的话，就是 X 的地方也是加 0.4， 然后 Y 的地方也是减 0.4 这样子。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什么 numpy 点 linspace 这个去做，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先离开一下。回来了。写 code 的话，我这里也可以帮你写一下，其实没有那么难。我在这里帮你写一下，就是你不是训练的时候有非常多照相机吗？比如说叫做 C2W 是所有照相机的位置。那比如说你总共有 N 台照相机，然后每一台照相机是3×4，那你总共会有这么多。OK， 那首先第一步你需要取得中心，所以中心的话就会是 C2W 点 min 0，就是你对于第一个轴取平均。那这个平均出来会是一个3×4的位置，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中间这一台照相机它的位置，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可以做，比如说你要所有的照相机，OC2W 好了，C2WS， 你现在要9×9嘛，那我们就
repeat 一下 D2W， 然后9乘9是81。啊，这个 repeat 的写法我有点忘了，反正你就是先做81乘3乘4，把所有照相机先初始化在同样一个位置，然后呢，你再把dx 会是 lin space 的，然后这个比如说你 x 的一个距离是 0.1， 但这个你要自己去调整，比如说就-4到5，然后1这样子。lin space 是这样写吧？等一下，我又忘了 lin space 的写法。哦 num， 那 num 的话是9，然后这个的话就会是-4、-3、-2、-1、0、1、2、3、4这样子，然后你再乘以一个 step， 乘以一个，比如说 0.1 是你的 step， 那这个的话就会是这些东西再乘上 0.1， 那你同样的有 dy 这样子。dy 的话，可能这个 step 的 size 不一样，比如说是 0.05， 那你这个就自己调整。然后接下来你再用 dx dy 去做一个 mesh grid， 就是 dx y。这个东西可能出来是81乘以2，对，每个都有 dx dy， 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去加到 D2WS。面的加等于 grid 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啊。可能有一些地方写的不一定正确，但想法是这样子，就是你先把所有照相机的，就是81台照相机的位置呢，都建立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到这一行为止在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是你是把每一台照相机它的 dx dy 都先算出来。然后用一个 grid， 这个东西可以算出每81台照相机，它每一台的 dx dy 分别是多少。比如说最左上的话，它就是这样写的话，最左上就是-4-4，然后最右下是就是这个会一直持续，有很多个，总共有81个，那最右下是44这样子。对，所以你最后再把这个每一台照相机的它的 dx dy 加到这个，那它的那个位置的向量那边。那位置的向量我们是说是这个3乘4矩阵的右上这两格。对，那右上这两格的取得方法就是我们先取得所有照相机的3乘4的坐标。然后这边3乘4的话，我们就一样取得所有的，然后是上面两个。哎，等一下，对，写错了，是这样子。啊，对对对，先取得上面两行，这个冒号2是指取得上面两行这里，然后最后的这个3呢是取得这个地方。对对对，刚刚这边写错。这样子的话应该就可以，然后再把它加上去，所以最后你的每一台照相机呢就会变成像是这样子，就是9乘9，然后以中间这一台为中心。好，那剩下的话就靠你自己了，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啊。这个好，我们回到刚才这里。加了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后，为什么所有的都变差了？甚至都没有出来。还是他有做什么特别的？啊，不客气，他有做什么特别的 trick 吗？Low dimensional inputs are projected.
Beware compositional operator。为什么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反而变差？是2的 i 次方，还是这个不应该这样子呢？还是这个我们要用这个？我们试试看用这个好了。就是 positional encoding 的那个向量呢，我们改用跟 Fourier feature 一样的，那这样就变 Fourier feature network 啦。我先试试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Fourier feature， 然后 scale 的话设成10，昨天的话是20是最好。看，这样还是 overfit 还是 overfit 的感觉。还是 overfit 的感觉。那可能调一下参数可以，我来调一下参数。super 来调一下这个 scale 的参数，比如说 scale 就小一点，1。好，那这边的话会在 positional encoding 前面加入，不是 positional encoding， 会在 super Gaussian 的 MLP 前面加入一个256个次元的 positional encoding。那我们把这个跟原本的做一个比较看看。这个是右边这一个。这样至少有训练了啦，有在训练，但感觉好像比噪声比较多，看起来没有那么稳定，就是这个话一直在摇摆定。然后这个 PSNR 也是感觉就比较凹凸不平、锯齿状的这个结果。但在论文里面却是说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会比较好。那我这边加入之后，它会训练的比较不稳定可是越后面会越好啊。我们稍微等一下好了，看一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但这边因为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其实是256个次元的那个，所以它的这个参数的数量又暴增。
那暴增，参数数量暴增，如果效果没有到特别好的话，那也没有用的必要。其实，我应该跟 Super 高线比啦，应该跟这个比。它看起来就是比 Super 高线原本的 Super 高线收敛的速度慢很多，然后 DSNR 也比较低，好诡异哦。这次就告诉我们不要用，不是比较好吗？好怪哦。那为什么我得出来的结论跟论文不一样啊？论文是说要用 positional encoding 会再好一点，但我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我看这个 GARF 里面有没有用 positional encoding？ 没有positional encoding free 就是没有的意思。这个 GARF 里面也没有用 positional encoding。那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用呢？虽然原本这篇论文说用了会比较好，但我的结果就是没有用比较好。好，那我们就不要用吧。得出的结论是不要用会比较好，或者说你要用的话，可能要再多探索几个不同的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 啊，这些 A 跟 B。好吧，那我们就不要用。就是今天最好的结果就是 super 高显单体，那收敛的速度又快，然后最后收敛的结果也比其他的，就是跟其他的差不多。然后我先把这个删掉。然后呢，今天的话原本是想说到这里，但我突然想到说，这一篇论文啊，它是，算了，现在找不到这篇论文。它是说，它之后会公开代码。那就有人先在那个 GitHub issue 上面问，是不是只要把 activation 改成高显就可以？然后那个人没有得到回答，他就自己先去做实验。他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是可以，而且他好像还说那个高显，我们刚刚说要设定这个 A。设定这个 A 这个参数，它好像说许多不同的 A 得到的结果差不多这样子。然后他还建议了另外一种 activation， 就是说除了这个高显之外，你还可以试试看高显乘以 cos， 然后高显乘以 sin， 这样子来当做 activation。不知道那样子效果好不好？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就是他说的那个高显加上 cos，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这后面再乘上一个 cos， 然后再乘上一个 sin， 然后再把它 concat 起来。我应该不用 concat， 或是直接 cos。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比如说我们试试看，就是在这个高显里面。再乘上一个 cos，但是要怎么乘啊？是直接乘以 cos x 吗？还是找一下刚才那个？
对，它的程式码是在这里，现在还什么都没有。然后有一个人说 new idea，new idea， 他是说，I guess the result 乘以 cosine x can be better， 但它也只是一个 guess。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那个 guess 好了，比如说就就是很 naive 的直接在这里乘上 cosine x， 那会发生什么事哦？这边的话高 sin 0.1， 然后再乘上 cosine， 这样子，我们来试一次。哦，乘以 cosine 好像至少没有变差，应该是没有变差，但有没有变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像也没有变好，好像就差不多。就乘上cosine之后也差不多。的确就差不多。他这边写乘上cosine。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哦，好像些微好一点也没有。我们可以等一下试试看 super 高线也给它乘上 cosine， 就先把它用掉。然后我们试试看最好的那个 super 高线，我们把它也乘以一个 cosine。这个结果看起来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就可以停止，300就停止吧。好，看起来是跟原本的差不多。那我们试试看 super 高线也做一样的事情。super 高线 0.12 cosine。好，这两个 super cosine super 高线的话，它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到最高点之后会有下降的趋势，就是 overfitting 的趋势。但看加上 cosine 之后会不会改善？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尝试不同的 b， 好吧？感觉加上 cosine 好像没有变得好一点。可能还是尝试不同的 B， 得到的那个 performance gain 会高一点，我的感觉。这样的话感觉就跟之前走一样的路。算了，那我们就这个就不要试了，好吧？他说的加上 cosine 好像也没有比较好。那我们试试看 super 高线的3次方。super 高线的3次方怎么样呢？好像一开始的 training 比较高一点，一开始的 training 就收敛的更快，
哦，所以那个 B 是控制收敛的速度，是这样子吗？就是 B 越大，收敛的速度越快。我们可以试试看哦，不同的，就是说 Super Gaussian 如果是那个 A 等于1的话，就是跟 Gaussian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说这3个曲线来比的话，那就是越收敛越快的曲线会越早到达高峰。你先把不用的删掉。把这个 cosine 的删掉。但这个好像 B 等于3的时候，它好像感觉也是到达高峰之后有要开始下降的那个感觉了。但它的确是收敛的比较快，没错。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们3个，对，缩小一点，视窗缩小一点，就可以3个并列在一起，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左边是 Super Gaussian 的 B 等于1，这边是 B 等于2，这边 B 等于3。的确到高点之后，它开始下降了。这个 Super Gaussian B 等于3的时候，而且感觉它下降的比那个 B 等于2的时候还要快，可能最后 validation 的 score 反而会更低。所以就是说B 越大越容易 overfit 嘛。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按照这个曲式来说，在这张图片应该是 B 等于2算是不错，因为它下降的幅度没有太多。对，如果 B 再小一点的话，可能收敛的速度会更慢。不过它好像又开始往上升。好啊，现在在等它最后结果，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吧。结论就是这个 Siren 呢，首先我们今天实做的这个 Siren， 它是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就是训练的过程非常的不稳定。我们可以再重新回顾一下它的 training curve。它的 training curve 是长这一副鬼样子，就是它训练的途中，一开始还很稳定，到中间突然下降，然后叭叭叭在那边极度的扭动，然后 validation 也是一样，到其中一点开始往下。虽然最后收敛到最后的结果是跟其他方法差不多好，比如说跟这个 Fourier feature 差不多好，但是它的训练过程就非常不稳定。对，那今天的话还有实作，除了这个 Siren 以外，还有其他这个论文里面的这些所有的 activation 我们都实作完毕。那实作完的结果就是说，你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参数，那个 A 啊 B 啊这些超参数，那使用各种不同的 activation， 你其实得到的最终结果是差不多的。对，那就是哪一个比较好，可能就是跟图片有关，有可能今天某一张图片某一个那个 activation 比较好，但是换一张图片结果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些 activation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效果，那你就是每个都要自己去手动调查一下哪一个参数，
哪一个超参数会得到最好的效果这样子。好，然后还有最后这个 exponential sign， 这个我们试了很多个 a， 就是 0.01、0.10、10、100、1000，我们都试过，但没有一个得到好的效果，所以这个 activation 我是保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得到太好的结果，就是不管怎样训练，它的结果都上不去。好，然后还有最后我们有试把在加Gaussian之前呢，就是在加这些新的 activation 的神经网路之前呢，我们在前面加一个在前面加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但是在今天的任务里面，同样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也没有办法成功让这个模型的重建的效果变好，反而只是单纯的增加没有用的那些参数的数量，原本是 133K， 对这里，但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话会变成260多 K， 就是整个模型的大小变2倍，但效果却比较差，得到这样子非常不好的结果。对，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是尝试这个 Super Gaussian 它的不同的 B。不同的次方它的影响，那最后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是怎样哦。OK， 就是 b 等于3的时候，对，它的这个 validation 比 b 等于1、b 等于2还要再来的低一些，当然也没有低太多啦，但就是比较让人在意的是它先上去，然后再降下来，这个就看起来比较不顺眼。对，但是说结果上，因为那个最后的分数差不多，所以肉眼应该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对，这3个都表现的还不错，最后的结果都是 25.7 多。对，那这个 Super Gaussian 的这个 B 的值啊，会控制它的收敛的速度。那 B 越高的话，一开始收敛的会越快，那最后的话，就是 B 太高，可能到途中的为止途中的结果还比较差。比如说，在这一个步骤的时候是 B 等于2的时候，会比 B 等于3的结果还要好。所以 B 也不是设越大越好，还是要调整。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下午的直播应该就到这，我们把我想要讲的都讲完了，就是这个Gaussian Embedding、Fourier Feature Network， 然后 Siren， 还有这一篇 Beyond Periodicity 的所有的 activation， 我们都把它实作出来，并且比较了它的结果，然后从中得到一些发现。那我自己的话，之后的话应该就会试着把我们之前用的那些 positional encoding 啊，就是在 NERF 里面使用的那些 positional encoding 还有 ReLU 呢，就改成就不要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改成就是这种 Super Gaussian 的 activation， 然后来试试看结果如何。这个的话我可以马上，也不是马上，不能在直播室，我可以切换到 Ubuntu， 然后在上面再训练一次那个 NERF 的模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结果是怎样的。那个也不会太难，就把今天的成果直接一样复制到那边，就可以直接用了。对，好，那今天下午的直播就到这边。那最后这个结果呢，我会把所有的对，我把所有的这个训练的这个 log， 我会把它压缩到一个 zip 档案，然后上传到我的这个 Coordinate MLP 这个资料夹里面。然后今天的 code 也会马上等一下就上传到上面。对，大家就可以，如果有兴趣重现的话，也可以看我的这个 log， 因为之前有介绍说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呢，我们是每一个 log 里面
都有保存当时的那些 hyperparameter， 比如说刚才这个 super Gaussian， 就可以打开它的这个 hparams 点 yum 点这个档案，就可以看到说，哦，那时候设定的 A 是这样子，然后 B 是这样子，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参数。对。哦，它连 checkpoint 都有保存哦。好，但我们今天应该不会用到。啊，我以为它不会保存，但我要上传那个资料就好大。那我还是会把这个所有的都上传上去。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下来看。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那谢谢大家的参与。晚上的话还会再有另外一个，就是帮我的观众改 code 的一个直播，但也不一定会。因为我在这边跑的话，那个训练还是要蛮久的，所以应该没有办法在直播直接就是改完直接跑一个结果，然后说比较好，这样子应该是办不到的，因为时间不够，计算能力应该也不够，我的电脑没有办法，应该没有办法同时直播又训练那么大的神经网络，所以晚上的直播的话，应该会是就是拿它的 code 来看，然后就首先改一些就是写 code 的一些 coding style， 就是有时候我看到觉得这怎么这样写，明明有更简洁的写法，那我就会改那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通灵说，因为真的没有办法直接在上面跑啦，就是直播的时候直接跑，我只能就是用眼睛看，然后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原本论文那边不一样，这样子。就是先用眼睛看，然后跟大家介绍说，这边可能是会有问题，或者是这边写的对，因为这个是对应到论文的什么部分这样子。对，要介绍什么呢？还没有跟大家说，有在我的 YouTube 说，但是这边也可以顺便说一下，就是他写的是这个 MIP-NERV， 上次也有介绍论文，那他原本的这个 repo 是在这里。那会讲他的这个 MIP-NERV 的实作，那他也是用 PyTorch Lightning， 所以我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懂。对，然后晚上的话也会跟着论文一起就是参照这样子。好，那晚上的话是我记得是8点，这边的8点，所以是在3个小时之后。好，那大家先去吃个晚饭休息一下吧，我也要休息一下，晚餐已经煮好了。等一下就休息完吃晚餐，然后就可以开始继续说话了。那还要喝点水，补充一下水分。空豆，谢谢你来看。Miss Coco 辛苦了，晚上再来。好，欢迎大家，就是聊天室的各位，就是晚上再来看一下这个 Deep Learning MIP-NERV， 要挑战比较艰难一点的任务。今天这个Coordinate MLP 算是比较简单的，可以在直播上写完的那种等级。好，曾腾辉辛苦了。Element 谢谢辛苦了，你也是。加心慌，好，期待晚上把 MIP-NERV 改好，好，尽我所能。OK， 那各位就晚上再见咯，那我们好3个小时之后再见，那先这样啦，拜拜。好 ，Evan 辛苦了。